不想被滅殺，就繼續努力吧。我很開心。難道要直接進入傳承嗎？該是我神眼族的，該是我神眼族的。此事與傳承無關，只是我一位朋友的請求罷了。現在是我復仇的時刻了。吞噬星空239集，羅峰遭10萬天骄圍殺，成功奪得第1名。段東河出手神眼族全族，被當場滅殺。段東河西皇局試煉開始後，近10萬各族精锐齊聚木林之州生死廊道，為爭奪超脫輪迴的唯一機緣，展開了一場綿延數千年的無聲廝殺。而羅峰以一己之力抗衡整個宇宙海的圍剿打壓，碾壓各路天骄，成為全場唯一突破雙重試煉瓶頸的頂尖候選者，徹底改寫了宇宙海的勢力格局。段東河的篩選機制極為殘酷，隨着入局候選者數量暴漲，淘汰率直線飆升。率先展露逆天天賦的羅峰，瞬間成為所有勢力的眼中釘。500年苦修落幕，羅峰終於衝破桎梏，完美破解第1000局殘局，成為全場數十萬候選者中首個突破第1道試煉瓶頸，達到段東河底線要求的試煉者。漫長的試煉早已磨平了各路天驕的銳氣，所有人都默認羅峰率先入局的優勢早已耗盡，無人相信他能再度領跑。可最終的結果徹底顛覆了全場認知，段東河真身驟然現世，當眾官宣羅峰的突破性成果，瞬間引發全場譁然。為護住這位天賦卓絕的候選者，段東河親自降下金色密紋光影宮殿，將羅峰牢牢籠罩，下達鐵律禁令，但凡敢出手攻擊羅峰者，一律淘汰，當場滅殺。金色光影自帶恐怖威壓，在場所有宇宙之主、宇宙最強者細細感應，皆心生戰栗，無人有能力破開這份至高守護。這一刻，持續500年的全域圍殺徹底終結，羅峰徹底立於不敗之地。手握絕對庇護的羅峰，面對各大勢力的嫉恨、怨毒與不甘，絲毫沒有退縮畏懼。他當眾坦然挑釁一眾曾圍攻自己的宇宙之主，直言傳承勢在必得，任憑各方勢力心生怨念，暗中謀劃，自己只需潛心參悟，穩步精進。已然和整個宇宙海勢力撕破臉面的他，不再顧慮世俗紛爭，一心衝擊更高棋局，是要為人類族群搏出超脫輪迴的終極機緣。羅峰登頂的喜訊很快傳到人類族群高層，巨斧創始者、混沌城主帶領黑暗之主、冰封之主等一眾人類強者齊聚虛擬宇宙，紛紛前來道賀。眾人滿心振奮，深知這份傳承是千載難逢的逆天機緣。一旦羅峰成功斬獲，弱小的原始宇宙、孱弱的人類族群便有機會超越2大老牌聖地，躋身宇宙海頂尖行列。一眾強者紛紛叮囑羅峰摒棄雜念，專心參悟，無需顧及外界紛爭，人類族群永遠是他最堅實的後盾。眾人歡慶振奮之際，無人察覺，元祖依舊靜靜佇立一旁，默默注視着這一切，看着人類族群奮力抗爭，艱難崛起，自己卻因永久鎮壓的桎梏，無力出手相助。元祖滿心唏噓與不甘，他坐擁滔天實力，早已具備闖過輪迴的能力，卻被困於虛擬宇宙，只能眼睜睜看着族群後輩浴血拼搏。即便如此，他依舊未曾放棄希望，默默鑽研西皇局，靜觀羅峰成長，期盼人類族群能借此機緣逆天翻盤，打破宇宙輪迴的宿命枷鎖。穩住首輪優勢後，羅峰並未止步不前，而是果斷調整修煉節奏，摸索出一套雙向精進的頂級修煉法。他摒棄了此前單一的棋局推演模式，分配80%時間鑽研西皇局殘局，20%時間深耕第9深淵隱秘空間的至高秘法，讓棋局推演與秘法感悟相互印證，相輔相成。事實上，羅峰的底蘊早已遠超同級，歷經數百年黑紋石柱空間的3000倍時光加速修煉，他的秘紋屠流造詣早已登臨宇宙之主巔峰，創出6種最強秘法，獸神之道也修煉至第7重，接近大成的境界。為契合試煉規則，最大化爭取傳承優勢，羅峰刻意壓制修為，遲遲不肯突破宇宙尊者桎梏。他深知段東河試煉對不同修為層級的候選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考核標準，宇宙尊者的考核門檻遠低於宇宙之主、宇宙最強者，保持當前修為既能輕鬆達標，又能留存足夠的進步空間，這也是他能夠率先通關1000局瓶頸的核心秘訣之一。同時，他堅持抽空磨礪自身意志，為後續更高層次的推演和修煉築牢根基。羅峰的強勢領跑徹底點燃了宇宙海各大勢力的競爭怒火，超脫輪迴、晉升聖地的機緣近在眼前，所有勢力都徹底陷入瘋狂，不再執着於打壓羅峰，各路天驕紛紛沉心苦修，全力衝擊自身修為對應的試煉瓶頸，只求拿到傳承競爭的入場資格。生死廊道徹底淪為宇宙海最核心的無聲戰場，每一名天驕都在為族群的存續與崛起拼死博弈。很快，段東河再度現身，官宣了第2位達標候選者，東帝聖地準宇宙之主碧血。令全場10萬強者無比震驚的是，碧血與羅峰一樣，僅僅是宇宙尊者修為，硬生生趕超了在場7名宇宙最強者，近200名宇宙之主突破1000局瓶頸。這一幕徹底印證了众人的猜測，段
東河試煉修為越高，考核门檻越嚴苛，宇宙最強者的通關難度遠超不朽尊者、宇宙之主數個層級。碧血的崛起並非偶然，他是東帝聖地特殊的準宇宙之主。聖地宇宙承載力有限，無法孕育無限宇宙之主，無數法則圓滿，底蘊深厚的强者被硬生生困在尊者层级，得不到本源神力加持，無法突破境界。他们历经数十轮回时代磨礪，意志坚韧，底蘊渾厚，看似修為低微，綜合潛力遠超普通宇宙之主。碧血的突破讓兩大聖地看到了新的希望，也正式開啟了羅峰的獨家競爭之路。此後數千年，達標候選者迎來爆發式增長。第二位輪回時代不朽神靈雪幽，東帝聖地宇宙之主尤贊，羅峰老對手陸蟲之主接連達標。短短1200年間，數十名各路天驕陸續突破第一瓶頸，直至3000年節點，第一位宇宙最強者貼布魔主終於突破2000局瓶頸，打破了宇宙最強者無意達標的尷尬局面。至此，全場已有63名候選者拿到傳承資格，後續數量更是持續暴漲，最終突破200之數。看着各路天驕接連追趕，不斷縮小差距，人類族群高層漸漸心生焦慮。混沌城主等人深知，候選者數量越多，羅峰的獨家優勢就越微弱，傳承競爭的不確定性就越大。但巨斧創始者始終沉穩篤定，勸慰眾人不必焦躁，試煉綿延萬年之久，短期的數量優勢毫無意義，最終比拼的還是悟性、底蘊與極限潛力，唯有堅持深耕，不斷突破上限，才能笑到最後。而此時的羅峰已然開啟了全新的突破之路，依托棋局與秘法的雙向印證，自身蛻變的堅韌意志，他的推演速度大幅飆升，前500年僅突破999局，而調整修煉方法後，短短2500年，他便強勢突破2000局，衝破試煉第二重核心瓶頸。這一速度遠超元祖的預估，讓見慣了天驕的至高強者都倍感震撼。元祖清晰知曉，2000局是宇宙最強者的基礎瓶頸，無數頂級強者耗盡一生光陰都難以逾越，而羅峰僅用3000年便輕鬆突破，其潛力已然遠超絕大多數宇宙海頂尖強者。就在羅峰突破2000局的瞬間，段東河親自官宣重大規則，徹底重塑了傳承格局。段東河明確劃分4大候選者層級，突破第1000局第一瓶頸者為外圍候選者，突破2000局第二瓶頸者為精英候選者，後續還有核心候選者與終極傳承者2大層級，其中能突破6000局第4瓶頸者無需競爭，可直接獨享段東河完整傳承。而彼時全場數十萬候選者中，唯有羅峰一人突破第二瓶頸，成為獨一無二的精英候選者，傳承概率遠超所有對手，碾壓100倍不止。層級劃分公布後，試煉進入終極內卷階段。5000餘年時光流轉，全場突破第一瓶頸的候選者最終定格298人，涵蓋了所有宇宙最強者、宇宙之主以及部分頂尖尊者與不朽神靈。至此，所有潛力有限的試煉者盡數被淘汰。就在眾人以為羅峰將一家獨大之際，東帝聖地的黑馬碧血尊者再度逆襲，成功突破2000局第二瓶頸，成為全場第2位精英候選者，正式與羅峰形成雙雄爭霸的對峙格局。碧血的崛起承載了整個東帝聖地的希望。作為蟄伏無盡歲月的準宇宙之主，他沉寂萬年，一朝騰飛，不僅得到聖地所有強者的鼎力支持，更被東帝始祖親自許諾，只要潛力足夠，便可不惜代價助其突破境界，超脫輪迴。絕境翻盤的機遇讓碧血徹底爆發，傾盡所有智慧與底蘊，全力衝擊更高棋局，是要趕超羅峰，奪取終極傳承。對手強勢崛起，羅峰絲毫不敢懈怠，再度開啟自我突破的苦修之路。為徹底夯實根基，提升推演上限，他前往黑紋石柱空間磨礪意志，在10000倍以上的極致時間流速與恐怖意志衝擊中，極限壓榨自身潛力。歷經無數次瀕臨崩潰的淬煉，羅峰的意志終於完成終極蛻變，突破至宇宙最強者層級。意志為修煉之帥，蛻變後的羅峰，推演速度、思維廣度、心神定力全方位暴漲，無論棋局參悟還是秘法創造，都迎來質的飛躍，甚至已然具備創造融合最強秘法的能力。意志突破帶來的巨大增益，讓羅峰的修煉進度再度飆升。在其餘200多名候選者盡數停滯，卡在自身瓶頸無法突破之際，羅峰僅用萬年光陰便強勢衝刺3000局棋局，再度逼近第3重試煉瓶頸。全程觀摩的元祖無比震驚，遠超自身預估的突破速度，讓他徹底確認羅峰的極限遠未到來，其悟性、心性、底蘊已然具備角逐段東河完整傳承、超脫宇宙輪迴的頂級資質。繼羅峰、碧血突破第二瓶頸後，第二輪迴時代不起眼的水宋之主意外後來居上，躋身榜單前3。局勢動盪之際，羅峰成功破解第3000局殘局，強勢突破第3瓶頸，讓他一躍成為全場唯一核心候選者。段東河現身動容落淚，驚嘆羅峰僅用1個紀元便突破3重瓶頸，悟性資質堪比巔峰時期的自己，是段東河一脈絕境中覓得的絕世傳人。他立下規則：3紀元時限內，羅峰若突破第4瓶頸，其餘所有候選者將盡數滅殺。漫長歲月流轉，無數
數強者在絕望中苦修，在無人能突破第一瓶頸。臨近時限，東帝聖地碧血尊者拼死突破第3瓶頸，成為唯一可與羅峰抗衡的對手。雙雄爭霸格局正式成型。期間，有宇宙之主因絕望發狂袭殺羅峰，卻被3色宮殿瞬間湮滅。虛擬宇宙中的元祖全程觀戰，驚嘆羅峰涅槃式的成長，暗自揣測地球一脈與神秘的座山客暗藏玄機。3紀元時限終結，羅峰最終破解3911局，遺憾止步第4瓶頸。此戰最終定格，2人突破第3瓶頸，5人突破第2瓶頸，292人突破第1瓶頸。段東河冷酷清算，將數十萬未達門檻的強者盡數抹殺，僅留存299名候選者。隨後通關閘門開啟，羅峰等一眾頂尖強者奔赴終極殿廳，萬眾期待的段東河本源傳承即將正式開啟。段東河端坐王座，宣告眾人可正式接觸段東河傳承。一眾強者心思各異，眾人皆知完整傳承僅有一份，多數修為薄弱者只求竊取部分傳承訊息，打算洞悉超脫輪回之法後便自爆脫身，留存分身保命。正當众人迫不及待之際，段東河突然叫停，特意盘問在場7位宇宙最強者。他坦言，段東河傳承对小型宇宙架構有着嚴苛要求，未成宇宙的弱者可獲傳承指點，而早已定型小型宇宙的7位最強者，一旦架構不符，便徹底失去傳承資格。7位最強者驚慌失措，紛紛臨場編造宇宙架構，試圖蒙混過關，可破綻百出的謊言盡數被段東河一眼識破。逐一點評否決後，段東河判定7人解局水準平庸，潛力低微，無一人符合傳承標準，7位頂尖強者就此全員淘汰。在場眾人見狀恍然大悟，終於明白2大聖地不派宇宙最強者參戰的緣由，也真切見識到遠古巔峰傳承的嚴苛與珍貴。羅峰更是洞悉了獨特宇宙架構對修行上限的深遠影響。局勢再度突變，段東河驟然宣判神眼族所有28名候選者盡數失去資格，必死無疑。神眼族眾人又驚又怒，2名宇宙最強者立刻催動至強至寶、冰牙堡庇護族人，厲聲質問段東河為何陷於希望，再斷生路。面對質問，段東河淡然回應，此舉是為償還昔日友人的人情。